这家人看个电视都要全副武装，而安静趴在地上的无毛猫比鲁，下一秒却突然一跃而起，冲着主人的头部疯狂拍打，头盔顿时发出咔嗒咔嗒的声响。得亏大叔戴着头盔，这才没被伤到。大家都被眼前这一幕惊呆了。黑衣服小哥吓得连忙将双腿缩到沙发上。家里的另一只蓝猫空空见状跑了过来，先是观察了一下主人的情况，接着对沙发底下的比鲁发出威胁的嘶吼。可就当大家放松警惕之时，比鲁又迅速从沙发底下探出，直扑小哥而去，紧紧抓住他的大腿，使劲撕咬抓挠。小哥用力甩开比鲁，可他又反复冲上去，不依不饶的攻击，并发出尖锐的叫喊。好在家里的蓝猫见状及时赶来救驾，跟无毛猫比鲁扭打在一起。蓝猫使出浑身解数，可算是制止住了疯狂的比鲁，就这样挡在主人和他的中间。随后他俩不停地用猫语对话。客厅里充满蓝猫呜啊呜啊不停的变调声，但比鲁似乎仍不肯善罢甘休，发出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叫喊声。但见蓝猫气势十足的挡在前方，无毛猫比鲁这才怂了下来，没有再次攻击。这时小哥撸起自己的裤腿，尽管已经把自己包裹得很严实了，但大腿还是被恶猫轻微抓伤。此时大妈也向我们展示了被猫抓伤的痕迹，然而最惨的还是大叔，大腿上一大片淤青还未愈合，而且脸上已经被抓伤很多次了。大叔说，只要平时比鲁感觉到不顺心，就会疯狂攻击眼前看到的人类。全家人为了避免被他攻击，在家里整日都要戴着头盔穿防护服。可尽管已经全副武装了，有时候还是会被猫咪伤到。不过让他们感到欣慰的是，家里的蓝猫空空非常的忠诚护主。每当无毛猫攻击主人的时候，空空都会第一时间前来护驾保护主。为了防止比鲁伤人，平时都是将它关在单独的房间里。可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，总不能一直把它关在房间里吧。为此大叔找到了兽医帮忙。看完视频后，兽医也被震惊到了。他表示自己从业20年，也从没见过如此凶残暴力的猫咪。想必很多人都很纳闷，这样的猫咪还留着它过年吗？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会让无毛猫这么的暴躁？这时大妈说出了猫咪比鲁的经历。原来几个月前比鲁怀孕了，这原本是件值得高兴的事，没想到却演变成为了全家人的噩梦。当时比鲁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，因为幼崽被脐带勒住了脖子，也没有咬断脐带，所以第一只幼崽还没来得及看这世界就去世了。家人怕他被第一只幼崽所影响情绪，于是趁比鲁没有防备拿走了幼崽的尸体。失去孩子的痛苦对比鲁的打击很大，从而不能全心全意照顾几只幼崽，因此隔天又有2只幼崽过早夭折。大叔夫妇只能把剩下的小猫送给了亲戚朋友。比鲁接二连三失去了所有的孩子，对于一位母亲来说无疑是痛苦的。有时候半夜都能听到她呜呜的哭泣声，甚至会像发疯了一样在家里找孩子。自那以后便开始性情大变，甚至疯狂到攻击主人。夫妇俩对比鲁的遭遇很是同情，也因此才一直没有放弃他。兽医判断比鲁这是产后抑郁的症状，因为原本猫咪就比较记仇，在亲眼看到自己的孩子被主人一个个拿走后，他认为是主人剥夺了自己做母亲的权利，将丧子之痛全都怪在了主人的身上，所以才会在焦躁的时候攻击主人。兽医在了解到原因后，开了一些具有镇定成分的药剂，又让大叔为比鲁换了一个舒适的环境，并准备了新的猫窝和许许多多的新玩具，让他放松下来，缓解压力。等比鲁吃完含有药剂的食物后，大叔又播放起具有舒缓情绪的音乐。在新的环境中，比鲁渐渐平静下来，许久过后居然开始接受主人的爱抚了。家人们再也不用时时刻刻提心吊胆，终于可以脱下厚重的防护服和头盔。希望比鲁能感受到主人对他的爱与关怀，早日从失去孩子的阴霾中走出。或许生活中多一些包容和理解，许多事情就会变得不一样。那么如果你遇到这样的问题，又会怎样去解决呢？一只考拉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，临死前拼命用手紧紧护住育儿袋。考拉妈妈在穿越铁轨时不幸丧生，当救援队赶到时，她已经死去多时。当工作人员们准备收敛尸体时，却发现了令人震惊的一幕：明明早已死去的她，双手却一直保持着护住育儿袋的姿势。工作人员好奇准备检查她的育儿袋，突然一只小爪子从里面伸了出来，紧紧抓住小哥的手不放。这一幕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沉默了。原来考拉妈妈是用生命换来了宝宝的平安，即使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，考拉妈妈还是选择紧紧护住自己的育儿袋，只为不让孩子受到一丁点伤害。值得庆幸的是，宝宝的身体很好，在妈妈的保护下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。考拉宝宝在救助人员的手上乖巧地睁着眼睛，完全不知道妈妈已经永远地离开了自己。可怜的小考拉再也见不到妈妈，但是考拉妈妈在另一个世界也会想念自己的宝宝，她只是换了一种方式陪伴在自己孩子身边。众所周知，考拉是一种反应非常慢的动物，不仅反应慢，而且很笨，经常因为抢不过别的动物只吃一种有毒的树叶，自身解毒后又会再一次忘记树叶有毒。然而就是这样笨的动物，在生死面前都知道拼命保护自己的孩子，不免让人感叹母爱的伟大。女子本弱，为母则刚，这句话在考拉身上同样的适用。而接下来这只羚羊妈妈对孩子的爱同样感人。小羚羊在没有察觉危险的情况下准备过河，殊不知一条鳄鱼已经盯上了它。感受到小羚羊有危险的羚羊妈妈迅速冲入河中，不顾危险挡在了孩子与鳄鱼的中间，用自己的身体为孩子争取逃脱的机会。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，
她不舍得望着还未长大的孩子。羚羊妈妈就这样葬身在鳄鱼之口。小羚羊成功渡河后，并不知道母亲已经永远离开，还在寻找母亲的身影。然而羚羊妈妈已经永远不在。为了保护孩子准备赴死时，那毅然决然的眼神，让人感受到母爱是世界上最无私、最纯粹的爱。假如生命只剩一份，那就让我的宝宝好好活下去吧。伟大的母爱不仅仅只是人类的专属，动物界彰显母爱的案例更是屡见不鲜。贪玩的小象宝宝不慎掉入深坑，象妈妈见不得自己的孩子受苦，于是将2条前腿跳入深坑，2条后腿跪在坑外面，好让重心降低。他就一直保持这一姿态，一边为小象哺乳，一边守护小象。这一跪就是几天几夜，在妈妈用身体搭建的空间里，小象成功活了下来。可象妈妈也因此卡在深坑中动弹不得。当救援人员发现大象母子时，象妈妈身体已经极度虚弱。救援人员决定先把昏迷的大象救出深坑。他们找来结实的救援绳，小心地穿过大象身体，再用吊机吊住绳索，小心翼翼将大象吊出了深坑。救回地面的大象已经濒临死亡，医生赶忙给他打了肾上腺素。救援人员爬上大象的背，给他做心肺复苏。可不管大家怎么用力，大象还是一动不动。象宝宝着急地直起身子，前腿趴在墙壁上不断哀嚎，像是在一遍遍呼唤着妈妈。救援人员只能不断按压大象的心肺，1下、2下、3下，可大象依旧没有任何反应。蒙蒙细雨继续下，让悲惨的一幕显得更加凄凉。此时坑中的小象躁动不安，它似乎能够感受到妈妈正在离自己远去。突然，它手脚并用，奋力地往上爬，竟然爬出了深坑。小象径直走到妈妈身边，把头紧挨着妈妈的身体，不断地呼唤，试图叫醒妈妈。然而悲惨的结局似乎已经注定，象妈妈还是没有醒过来。听着小象的哀嚎声，救援人员们心都要碎了。他们不愿意放弃最后的希望，还在努力地做着心肺复苏，跪在象背上拼命按压，甚至站在象身上不停跳动。也许是听到了小象的呼喊，也许是被救援人员不懈的精神感动，奇迹终于发生了，象妈妈神奇般的苏醒了过来。救援人员激动得热泪盈眶。在人们的目光中，大象站了起来，摇摇鼻子，似乎是在向人们致谢。然后母子俩慢慢朝森林走去。看到这一幕，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之动容。母爱是世上唯一没有界限和种族的感情，它沉浸于万物之中，充盈于天地之间。无论是人还是动物，母爱都坚如磐石，亘古不变。衷心祝愿每一位母亲都能平安健康。就连园区内的其他袋鼠也全都紧张起来，似乎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即将到来。只见一只袋鼠从房间里跳了出来，他叫巴顿，是那只小袋鼠的父亲，也是园区内袋鼠们的首领。突然，巴顿就冲向了妻子。饲养员小姐姐说他们夫妻俩的家事，自己有时候也很难办。只见怒气未消的巴顿用冷水洗了一把脸，但内心还是无法平静下来。小袋鼠现在还好吗？毕竟小宝宝才刚出生没多久。饲养员赶紧抱起安娜，给她做全面的检查。好在母子平安，都没什么大问题。此时安娜眼角充满了泪水，不明白丈夫为什么如此的狠心。饲养员小姐姐说，在1个月前都在别的地方休养，养病的巴顿每天都在思念着妻子。可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在自己养病的期间，漂亮的妻子遇到了更年轻帅气的袋鼠，彻底忘记了她这个丈夫。想要生活过得去，头上那总要带点绿。躺在地上看了看蔚蓝的天空，巴顿觉得这样的生活也挺美好的。